大家好啊，我係 Paper Hill， 我終於擁有人生嘅第一部 iPad 啦，期待咗好耐，未到手呢，已經急不及待買咗一系列超可愛嘅配件啊！今日會一次過開箱晒，分享下第一次使用 iPad 嘅個人感受。Paper Hill 呢部係 iPad 8 32GB 嘅顏色，因為 iPad 9長期缺貨，而且我貪佢條邊係白色啊。iPad 有好多種價錢同埋規格，我呢一隻呢就係最入門嘅 iPad， 價錢係2599。如果可以買到 iPad 9嘅話呢，其實相同嘅價錢已經可以 upgrade 到去64GB 嘅儲存量噶啦。究竟呢部入門版嘅 iPad 值唔值得買呢？開箱埋 Apple Pencil One， 價錢係788蚊。佢就係一支好筆直嘅筆，設計非常簡單，筆尖可以替換，揭開筆蓋係充電頭，但係充電嘅方法就有啲唔文明啦。而且我成日都有啲驚個筆蓋會唔見啊！我第一件事係會貼咗芒貼先，因為我需要畫畫，所以會用濾紙膜，即係令到你書寫嘅時候有紙感覺嘅保護貼。大件事啦！你睇我貼到起晒泡啊，真係 totally fail 啊！其實我初頭好好奇，原來佢所講好似紙咁嘅感覺，其實係啲幼嘅磨砂。聞說濾紙膜係會影響畫質嘅。呢度睇到兩邊對比，其實還好，可以接受嘅，即係比較沉色啲啫。跟住呢個係筆套。其實我就唔覺得佢有啲咩作用嘅，純粹都係貪靚嘅啫。呢個係機套，因為我部機唔係粉紅色，我要將佢變成粉紅色啊！呢度有個位可以攝筆。平板電腦變成咗桌面電腦啦，不過好似差咁啲嘢啫。換咗個桌面之後靚晒，佢可以摺埋嘅，不過我就覺得佢有少少重啦，所以我有另一個輕啲嘅組合，放帶出街。
雖然有32GB容量，但本身系統已經用咗12GB啦。我唯有 delete 咁啲唔用嘅 app 啦，盡量慳位。但其實都係無補於事。租咗自己要用嗰啲 app 之後呢，更加係得返10幾GB添，我就一定唔夠用啦。所以除咗買咗50GB iCloud，我仲有呢嚿備份豆腐 backup 資料，可以過落張卡度，就冇容量嘅限制啦。呢一堆係執相軟件，呢兩個係剪片軟件。寫筆記我有 Notability 同埋 GoodNotes， 畫畫有 Clip Studio 同埋 Procreate， 最後點都要有 YouTube 啦，用嚟睇下自己啲片啊嘛。其實我都裝得好少 app 嘅啫，除咗因為部機容量唔夠，仲係為咗方便自己專心啲溫書同做嘢啊。首先開個 YouTube 試 mon 先，畫質就唔係好差，但唔係特別好啦。因為個屏幕唔係標準嘅16:9，做唔到全屏。睇片好多時都會有2條黑邊，不過點都大過電話個 mon 嘅。佢仲可以開雙屏，可以一路聽歌睇片一路做嘢，仲可以校大細比例添。因為個喇叭係一邊嘅啫，如果打直就返左右耳就冇問題，但如果打橫部機，嗰啲聲就會偏咗喺一邊啦。畫畫我會用 Procreate， 順便試埋2支筆。呢支係有觸感，需要插電嘅 Apple Pencil。呢支係普通10幾蚊，冇觸感，唔需要插電嘅電容筆。Apple Pencil 比較滑，線條會有粗幼同埋輕重，就算手踭掂到都可以繼續畫。普通電容筆就比較蟹，線條冇粗幼輕重，同埋如果手踭一掂到個 mon 就畫唔到落去噶啦，所以只可以吊住隻手或者戴住手套嚟畫。效果方面就睇畫風啦，簡單單線嘅畫風其實用電容筆都可以，如果動漫或者線條感重嘅話，就用 Apple Pencil 會比較好啦。跟住我會試下用 iPad 寫筆記，平時嘅筆記我都會寫晒喺呢本可以分類嘅簿度。不過佢嘅問題係啲頁數固定，分類之間經常唔夠位。用 App 寫嘅話可以唔受限制咁分類，仲可以設計封面，打字之餘能夠畫插畫，可以手寫加插相片。而且所有嘅元素都可以調校大細同埋移位，咁就唔使驚寫寫下唔夠位啦。仲可以隨時加插分頁、整理排位，要補充資料都非常方便。將筆記電子化的確方便整理同埋節省空間，但當然啦，佢冇紙本咁實在。所以記得要做返 backup 啊！最後，等我試下挑戰用最細容量嘅 iPad 剪片啦。我之前 M+ 嗰條片就係用呢部機嚟編輯噶啦。我中意佢有唔同嘅 filter， 唔使自己調色，仲有好多內置嘅貼紙，非常之方便啊！剪片方面其實佢都好順嘅，甚至乎冇我部大電腦咁叻添。不過電腦個 mon 始終大啲清啲，而且 Premiere 嘅功能又多啲，所以整完呢個 draft， 細節位我都需要放返落電腦度加工。你睇，剪完條片，部機得返一半容量都冇啦，所以我真係建議大家盡量買啲大啲容量嘅 iPad。其實我以前都好好奇點解大家要買 iPad， 因為工作睇片可以用電腦。想輕便打機娛樂用 Apps 嘅話，手機又可以做得到。加上我又唔中意煲劇，而且本身又有繪圖屏幕，所以呢部呢，我會以輔助嘅形式畫啲簡單嘅插畫，做下筆記、寫下劇本或者帶出街做少少 presentation。對於我嚟講，iPad 應該會令我更加方便，但佢並唔係必需品。
所以如果要我用成萬蚊去買個高階嘅 iPad Pro 嘅話，我寧將呢筆錢翻去 upgrade 我部電腦身上，因為畢竟現階段平板電腦嘅發展仍然未到達可以取代桌面電腦嘅地步，所以我絕對覺得呢部原版平價嘅 iPad 更加划算。除咗屏幕大細、質素差少少、規格舊少少之外，其他基本嘅功能大致上已經有齊晒。究竟佢真係可以更加便利咁幫到我創作學習啊？定最後會淪為令我更加沉迷上網而足不出戶嘅玩具呢？呢樣嘢就真係要再用一用先知啦。今日嘅開箱評測就嚟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收睇。如果大家有啲咩好用嘅 App 推介嘅話，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聽。中意呢條片嘅話，記住按 like、訂閱、share 出去，仲有 follow 埋我嘅 IG。我哋下次見啦，拜拜。